灵脉被离恨天所毁，唯种下黄热梦可遇，世间再无他法恢复灵脉。我的离恨天突然解了，只能是你给的我，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给你黄粱梦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想让你活下去。我不想你愧疚，更不想让你报答我。你这勾魂摄魄可终于用在你身上了。你身上流的根本就不是姚公公的血，你分明就是博士后人。神光垂怜，赐我长子，可在众人的眼里，他就是一个没有灵脉的废人，他怎么能平安活下去？为了救下我的孩子，我决定让同一日出生的你代替他的身份。原来明义，她真是那不于曾仙子的女儿。当年君后竟说用一名女婴来冒充太子。常云君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个女仙。当年君后为禁修了仙术，把我扮作仙君，替了太子。我今日来，是想给瑶光山光明正大的迎回你们真正的太子。你之前说这有个眉心印记，若不是因为你，君后也不会蓄意夺走姐姐的孩子。博仙子那么拼命的救你，可当初竟然是她亲手抛弃你，害你从小沦落深渊，成了罪囚。他在那儿受尽折磨，身中离恨天，因此有了灵脉。现下的事都已一样，如今瑶光山也迎来了真正的太子，要么册封仪式继续。一会儿在路上，你再给我出几题。没问题。这么多东西，船车装得下吗？就算再多，也能装得下。晨曦，小心点。哦。我这2天翻书，发现了可多瑶光山好吃的好玩的地方。那边还有个集市，只在瑶光山日光节前后出摊，说是瑶光山仙侣必去圣地。哎，一会儿咱俩坐一只船，我要给你好好讲讲。确定我需要你给我讲吗？哦，对，我忘记你是瑶光山的。他做我的传承。季仙君，我知道你跟明义是一刻不想分开，但你也得问问明义的意愿吧。当然，章台仙子，我是想向明义询问一些有关法器方面的问题。不错，对于法器我一直深感兴趣。况且，在外人眼中，她还是我的妻子，所以与我同城，外境才不会有人怀疑她的身份，对吧？听起来很难反驳，但我还是看透你了。我还是想跟你一只船。我们很快就到了。我们都搬完了。小晨曦，你可真棒！本次品茶会有劳大家为吉星渊而战，品茶会危机四伏，各位一定要谨慎小心。本君会在吉星渊为大家祈福。星辰万古，福泽临渊。品茶会第一项，便是明日的灵力测试。灵力时会依次测试斗者的灵力境界，以便对手制定战术。听说灵力测试以后是由人比试，斗者不能参赛。今年的彩头是黑灵芝，特别难得，好想去看看呀！你就知道玩，我们是来干正事的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季贤君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言笑、欧阳秋，你们先去斗者团，上报一下参加测试的斗者名单。小晨曦，你来跟我清点一下带过来的法器。
是姬仙君。明义，嗯，暂无安排，养精蓄锐吧。主上就不怕最后一无所获？我给他黄粱梦，是要他活着，不是为了别的。瞻前顾后就是在怕，我要的，是即便有千万种难题，他也选我。那如果他就是不敢呢？他可是明宪啊，有什么不敢的呢？不过只是需要时间想通罢了。那行了，明天比试就开始了，你不去看看吗？是。此人是本境斗者，在青云两境会上失误，逐水灵州神君判其受鱼怪孽附之刑，后剥夺其斗者身份。自此之后，他就彻底疯了。这样的无主有理，还有多少？132人，还不够让我的力量变得更强。我会再想办法。主上，季仙君，你跟季伯仔已经成功结下心印了，你赶紧把他送出门，我们好去灵溪井啊！怎么，你不放心我独自前往寻找妖兽君？那你可以同我一起。我不放心什么？我相信季仙君跟我一样，不会被这危险的战力所诱惑的。清月风寒，季仙君此行危险，切以自身为重。你也会让他独自去寻找妖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妖兽君这样的力量，不是谁都想占为己有吗？眼下除了我自己，我只信任季仙君。
送走一个，家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荀婆婆，是季大人让你盯着我的吧？你吃点猪心膏，我呢，我就在这里坐着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你盯着我，你尝尝嘛。才不会吃。你与明宪到底什么关系？主上能放过你，想来你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老山还想再问一句，我和明宪有婚约。婚约？你和明宪？嗯。你是瑶光山的探子。嗯。不对不对，那主上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他能留下你，说明你不会害他。那你怎么会在吉星渊？你还在花月夜？我……难道明宪老贼与我那日日要打我的老汉一般下作，害你去花月夜补贴家用？确实是算他害的。一代战神，竟如此下作！我跟你说啊，主上不会真的介意这些的。他当初能救我，如今也是愿意救你的。可你确实不该瞒他。那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我跟你说，荀婆婆，啊，荀婆婆，我曾在书中见过陈渊描述，恰如此景。季伯载打造的灵犀井与陈渊这般相像，他已不是最求之身，却还是被困在这里。黄粱梦就在这儿。黄粱梦。
七伯仔与我结了心印，这是他为了防我，重新加的一道封印。这些都是陈渊最求的死灵。这些陈渊的无辜生灵，不是已经被放了吗？他们根本就没有平安离开陈渊，是穆启白把他们又抓了回来。如今，他们已被剥去元神，死在这里，永不超生。怕你？我连枯枝病都治好了，我一定会活下去，长成参天大树。不可能，若水仙子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不是已经……好好进食吧。原本你们只需要在陈渊做些苦工，一切都是季伯仔揭穿。如今陈渊被封，司叛堂放了，就算你们知道的不多，也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泄露了什么秘密，所以你们就只能做饲料。韩风君。可不要怪本君呐，要怪，就怪季伯仔好了。
弱呀，真的太弱了，轻轻一折就断了，这怎么能行？怎么能保住你自己的命啊？我一点都不弱，我连枯枝病都治好了，我可是很有韧劲儿的，我一定要活下来，长成参天大树。果然，你也很想变强的吧？我好不容易才得救了，我不能让娘亲失望，不能让救我的人白费功夫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好，让我来帮你吧。仅凭这么弱小的你，是无法靠自己成为强者的。不服退而求其次，成为强者的一部分。或许，这也算是个幸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吃了剑叶草，枯枝病都好了，所以我想把这个送给姬轩君，作为礼物。我的命是母亲给的，我一定要好好活着。谢谢你，姬轩君。主上，也许是你的萤火。我那么脆弱，这世间有太多爱恨汹涌的因果，你是否能为我停留？若你的黑夜云能没有暖阳，燃烧我的心，缔结心意是为了要人们这样做夫妻，同甘共苦，在彼此最痛苦的时候，感你所感，见你所见。若你的世界总是无尽的谎，我愿撕碎我，去填补你的伤。就算这一生如流星，为相遇而短暂，此生苍途也做你的光。
再轮回经过。你看那乌云下，萤火布满了夜空，那是我，你是否记得？若你的黑夜冰冷没有暖阳，燃烧我的心，装进你的胸膛。就算这缭乱的人间，只有我的微光为你璀璨而点亮。若你的世界曾是无尽的荒，我愿撕碎我去填补你的伤。就算这一生如流星，为相遇而短暂，此生仓促，也做你的光。你不必为我消耗灵力，不值得。我利用了若水，我利用它揭开了自己的仇恨，然后我就只想着怎么摆脱它了。我以为只要我将他送走，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我根本就没有管他的死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七伯子。穆七白，他用来滋养妖兽军的那些人，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被抓去沉渊的，多的是老弱妇孺，甚至还有年纪比我更小的人，他们都没有机会，他们也都是无辜的。却被硬生生地扣上了醉酒牢瘾，然后还要成为妖兽军的死灵。如果我没有揭发穆七白，他们和若水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了？可他们都死了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是我累了他们。你不能把他们的死归结在你身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
黄粱梦，我找到了，但他下了道血印，我拿不到。血印，那应该只有他能解除。看来季伯仔还是对你有所防备，那咱们……明夜，你怎么哭了？而且，我原本以为我在发现黄粱梦的踪迹的时候，我应该很开心。我应该想哇，幸好他在这里。但其实，不说这些了。而且，现在有个最重要的事情，要消灭妖兽军，对付穆700，对吗？嗯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先把黄粱梦给偷过来，先把你的毒解了，这样我们胜算才更大，不是吗？而且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个活着的坏人和一个死去的好人，你选哪个？明夜，我一直都只想让你做一个老不死的好人。什么老不死的好人？你还老不死的好猫呢？等你牙都掉光了，小鱼干都吃不了了。就问你，跟不跟？想清楚啦？啊，这就答应我了啊！你居然失去了对陈渊的控制，这只是暂时的。陈渊表面上是被司判堂查封，但没有人知道石灵术和陈渊相连。这几日我足不出户，喂养妖兽，因此无需着急，再有10日，定能成事。韩风君，你弄错了吧？该着急的是你。不是我们。若非这陈渊适合孵化妖兽，你哪来的机会？是我疏忽了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季伯仔。本君此番前来，也正是为了季伯仔。黄粱梦真的在他手里？季伯仔算计了我2名手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替那薄玉兰报仇，他与博士的关系一定匪浅。没有直接回答本君的问题，看来你还真的不知道黄粱梦的下落。本君真的怀疑，你也想保全季伯仔，让他有朝一日拿下青云大会，成为6境第1，让你们吉星渊彻底的摆脱逐水灵州。我对逐水灵州绝无二心。就算你有，那也没用。青云大会的输赢，谁来了也翻不过来。季伯仔知道妖兽军的存在吗？尚未察觉。齐星渊这个破地方，连船车都走不利索。少君，哎，还是有劳韩风君亲自加把力呀。
不出10日，妖兽军将成。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他人都以为司叛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最先服刑之地，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，无人涉足。穆七百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，但因药方缺失，只炼出了离恨天。他通过时令术，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，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。这瘴气萦绕，除了适合炼药，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，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，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。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，将孤儿寡母、老弱残障抓入陈渊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无人替他们伸冤，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，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用起来最为趁手。明一，你说过，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药之鼎，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，进行炼化。告诉我，这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？要行此术，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，以自身做化妖鼎。这事交给我，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，不能有差错。我既答应过仙君，我自愿做这化妖鼎。你都说了，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，才有可能成功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，你灵力有限，即便你身有灵脉，也不可能成功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更应该我去做这化妖鼎，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。只要仙君一出事，穆七百肯定会有所动作。若是你也折损了，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？只是做化妖鼎，怎么可能折损于我？可是你……就这么定了。以身做化妖鼎，一共3个步骤，越往后越凶险。第一步，修炼灵力，固化自身丹元。第2步，将妖兽隔空吸入丹元内，便会在体内生成妖元。第3步，以自身为鼎，与妖元共生，将之炼化。此时为第1阶段，祭仙君会耗尽全部灵力，身体虚弱，切记绝不可出无归海。这波仔真要自己做化妖鼎啊？他是信不过还是舍不得？他现在在灵犀井里闭关修炼，但对我只字未提。说信不过，应该比不忍心有理有据些吧。哎，他怎么想我的现在不重要，他得先通过第1关。这个药粉能帮他治好手上的伤。我还得再做一些补药，帮他灵力维持在最强状态。眼下先做这些吧。司叛，这么晚了还不回去休息？其他兄弟都已经走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批完这本就走。是。
好久不见呐，我亲爱的弟弟。你最近可真是春风得意，风生水起啊！哥哥为我特意跑来济心渊，肯定不值得，一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吧。看来你跟灵脉一辈子都没有缘分了。潜伏在极星渊这么久，居然还未找到黄粱梦，果然这辈子成不了气候。既然我来了，你大可停止寻找他的妄想。哥哥还是和从前一点都没变，只会向更弱者回头罢了。是啊，你就是更弱的那一个，这一点也一直没变呢。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无趣至极。傅远，我没说了。等主上找到黄粱梦，练出灵脉，便再也不会受这般屈辱。傅远，我说过了，我不要黄粱梦了。主上，你能不能多为自己考虑一些？情爱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自己想要的，自己还在恨的，自己的一生，难道要为一个女人放弃吗？我为主上盯了穆启柏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有了新的进展，你真的要将黄粱梦拱手让人吗？什么进展？是有黄粱梦的消息了吗？穆启柏他们搜遍了整个乌龟海，都未曾找到黄粱梦。我便猜测，或许是季伯载能够变换出一个真实的灵犀井，只有他自己可以进入，又将黄粱梦藏在了井中。灵犀井。主上想要用黄粱梦来救明义的命，可你此时在神都的踪迹已经暴露。如果没有灵脉，他们会让你好好活下去吗？主上，你从前一直想要做的事呢？我不愿看你这样，为别人这样。可是，黄粱梦只有一份，我只是没有灵脉。明义没有解药，是会死的。那，你若当作是为了我呢？抓你可真费劲儿啊！我听说过，狐狸越是遇险，它的皮毛越是鲜艳。把你做成狐球，还需要你紧张一下，给你上上色。那我们就来玩个游戏吧。陪你玩这事儿，还能让我遇险呢，我开心还来不及。你这副厚颜的模样，
总让我想起一个特别讨嫌的人。哥，你这鞭子不太行啊，不到3日就已经愈合了。托我的福，你这个没有灵脉的废人也能耐起来了，越来越抗打了。虽然没有灵脉，也长了新本事，不好吗？化妖鼎的最后一步是当所有妖兽元神吸入了你体内后，炼化7日才能将它们制服。但这也正是它的致命之处。所谓炼化，实则彼此遏制，彼此融合。最终，不是你将它们瓦解，就是它们将你夺舍。季伯载，你以身作鼎炼化我们，同样也要受到尸骨焚心之痛。七星院的人真的值得你这样做吗？值得吗？七星神君软弱如傀儡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兽华潘公利用你的能力，但对你在尘渊受辱的过去不闻不问，你还要为了他们损耗自己吗？你太傻了！季伯载为何必须闭关修炼？公主，季伯载现在已无大碍，很快就能出关了。明义，季伯载已经答应我了，有事会与我商量，为何又再次隐瞒？若是这样，本公主当真要怀疑他作为盟友的诚意了。抱歉，公主，季仙君并非有意隐瞒，而是这事儿实在牵扯太多了。还请公主再信他一回。我听说了公主在寿华潘宫的事儿，没想到公主能用这种方式把局面稳住了，实在多亏你了。孙辽所作所为，明显是叔父授意，包括上次他发难于你，目的都是为了褫夺季伯载的斗者身份。季伯载是为极星渊出战才晋升仙君的，若他不在寿华潘宫了，叔父想要对他下手，怕是再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偏偏季伯载以往就爱单打独斗，在寿华潘宫做事又不认真，那孙辽一挑唆，寿华潘宫上下竟当真对季伯载不满，公主只好先发制人，暂时先废去了季伯载的战客之位，才能压制住所有人。公主又干脆把这位置给了孙辽，他当战客当得风生水起，竟把寒风君的计划抛诸脑后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为了对付这个孙辽有多没面子。我知道，我懂，我都懂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究竟何时出关？一个孙辽也就罢了，若穆七白此时出招，我很难应对。况且，就是因为季伯载的出现，才让极星渊看到了希望。今年参训的斗者数倍于往年，甚至可以说，他们就是因为仰慕季伯载才来的。明夜，那这些人对季伯载的失望，我又该如何承担？怎么了？太累了，不行了。小晨曦，你这修为也不行啊！拜你所赐，今天所有人加练1个时辰。都是因为你。
让人活了。起来吧，跟你没关系，是他要逞威风。尊者，请。尊者，今日天还没有亮，我就已经开始训练他们了。这样继续下去，我们定能问鼎星云大会。哇，孙辽仙君当真是有能力呢！我才让你当战客，这寿华胖宫偏偏冒异心了。不过我今日还要办公，这外头实在太吵，不如先休息。是，尊者。谁让你们那么早训练的呀？啊，谁呀？谁？不是你吗？你闭嘴！大家都听清了啊！散了，全都散了！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吵到尊者怎么办？办好了，尊者。啊，季伯仔，当真不如你。等夫君醒来，我一定要将你做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他。相信父君也愿意将这吉星渊交到真正优秀的人手里。是，尊者。哼。孙辽误动，不就动？呀！谁？好耶！谁干的？别让我抓到你们，不然看我不扒了你们的皮，抽了你们的筋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是不是你干的？孙兄，你这出什么事？等等。孙兄，你身上这是五毒十灭之水啊！五毒会让全身肌肤溃烂而亡的。那会不会烂脸啊？也会。啊？那这怎么办啊？啊！但你放心，孙兄，我呢刚好有解药，只要你吃，只是吃下去之后啊，难免会六脉无力，且只能卧床或者站立，就是不能行走。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难不倒。你看，聪明。这只玉虫能为主上找到黄粱梦，主上只要将其设法放入无归海，他便会寻到黄粱梦的方向。若是季伯仔真的练出了实体的灵犀井，玉虫也能带你找到灵犀井的入口。这玉虫百年难遇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怎么回事？花月夜打探到了消息，我就去了趟莽夫林找到了这东西。我是说你的手。被当地人给发现了，受了点伤。你看，都已经快好了。寿华判宫目前暂无季伯仔的消息，孙辽身体抱恙，据说已腹泻3日不治。
许是贪杯伤了身。前几日孙辽兴致高昂，逢人就说天机公主倾慕他，要选他做王女夫。连日诊躯皆遭，难免六脉无力。唉，天机倾慕他，这么明晃晃的捧杀他也信，真是蠢笨如斯。他以为天机还是那个能被你哄骗的小姑娘？难道你像孙辽一样愚痴？你就看不出来孙辽去寿华畔宫巡视，是本君的意思？属下只是相信，孙辽，即便一时被公主的计谋所蛊惑，仍能不忘殿下的嘱托，尽心行事，是以没有轻易的插手，却没想到他如此不济。言笑啊，你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吗？属下不才，请韩夫君指点教诲。别人都是一颗黑心外，糊了仁义道德做掩护，你却是恰恰相反，看似是为求上位不择手段，实则一点都狠不下心。言笑啊，你想要的太多了。属下绝无二心。良心这种东西，我是丢掉了才换来和那些人谈判的筹码。你如果做不到，就对我没有任何用处。得让季伯仔陪我这些花草啊。已经第4天了，季伯仔，你还顺利吗？妖兽会勾起你心中最痛苦的记忆，迫使你进入心魔。你一定要坚守内心，绝不动摇。若人质被心魔占据，你就会彻底失去自我，被妖兽夺舍。你就没想过他是利用你、欺骗你吗？你居然还会相信身边的人？医院的过去你都忘了吗？别怕，我是觉得你跟我儿子长得好像。他10岁那年，为了抢一个包子，让人打死了。你的手跟他有一些像。他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包子。他那手让人踩的都烂了。我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，拼了命都没能把他们掰开。你说？这副模样，若来世他想摸摸他娘亲的脸，都办不到。对不起，我的手太脏了。你一定饿了，吃点吧。没事儿，放心吃吧。
好吃吗？慢点吃。你能不能给我留一个手印？我想留个念想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就算了。等等。哎，别擦。擦了还怎么聊？谢谢，谢谢。我对遍了所有人的手印，只有你的手印严丝合缝。你敢打老子，找死！你找死！仔细看，还敢留下手印，你也太嚣张了！我今天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儿啊，他们去炼药的人，从来没有活着回来的。娘没法看着你去送死，娘只能给你找个替死鬼了。只要得罪了静恩，那被选中捣药的人，就一定会是他。后赵仙君，新补进来给我捣药的人呢？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孩子，不是你就是我儿子了。以后不要再相信别人了。齐伯仔，你身边都是谎言，都是欺骗。你不再恨了吗？曾经的一切，那些知险知恶的时刻，你难道忘了吗？这个罪恶滔天的世界，早已把你舍弃。齐伯仔，就你偷懒，我就你偷懒。你再偷懒，怎么着？快点，快！你们这个步骤是最后一步，都别偷懒！快抓人啊！别让他跑了！别跑！你快抓住他！快点，别跑！跑啊！你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，小兔崽子！我今天打死你！
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世间的生存法则。只有复仇，只有把他们都踩在脚下，你才能不被任何人欺辱。我们拥有世间最强大的力量，有了我们，你什么都能做到。季伯仔，与我们合二为一吧。我们可以给你一切，你想要的一切。让